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看成一出道就照五官，从前干内容，如今更柔合成。肖战杨紫合体传闻被放大，行业逻辑决定还能否再合作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？肖战和杨紫每次同框讨论就炸开了锅。因为大家已经习惯把戏里的人设搬到戏外去看一笑，一眼神都会被放大。问一句，这是他们的私下关系，还是公众对 CP 感的集体幻觉？余生请多指教，确实留下了强烈的角色化学反应。戏里看着顺眼，观众就想多看一眼，这是常态。但是从想象到确定，中间隔着社交媒体的放大镜。任何一次聚餐，任意一段短视频，一旦被截屏上传，就会被2次传播、3次解读，再升级成事实。比如网络上流传的横店饭局、火锅店短视频，很多都是网友的拼接与猜测，官方并未逐条证实。别把流传剪辑2次解读当成新闻，这是现代舆论传播的通病，有影像就有解读，有解读就有争议。最后受伤的往往是当事人和理性的讨论空间。粉丝生态在这件事里起了关键作用。CP 粉会把戏里甜度延续到现实，热衷于制造连结；伪粉则敏感于任何可能影响偶像资源与形象的因素，立刻警戒、发声、控评。两类粉丝的拉锯，常常把一件普通互动变成舆论风暴。导演、出品方都要被卷进来，工作人员引导两人同框的画面被部分声音解读为刻意避嫌或蹭热点，随后出现控评和辟谣。重要的是，这种循环模式已经不是个案正常互动被解读，解读触发冲突，冲突要求官方回应，回应又被放大，正常的人际往来变成了公关考题。再说职业层面的问题。拍余生时，双方都处在事业需要相互补位的阶段，一方借据转型口碑，一方继续巩固带感流量。那时候二搭有明确的互利逻辑。可时间往前推几年，几年后局面不一样了，谁都在拼作品和路子，不再单靠联动拿注意力。当两个人都成为头部艺人后，互相必须要的需求就下降了。肖战有自己的戏路，杨紫有自己的资源网络，合作不是唯一出路。再加上各自团队、经济架构、品牌代言都形成了独立的生态，二人在合体的动力自然就弱化了。从资方角度看事儿更直接，双顶流合作能迅速造势，但成本和风险也高，片酬翻倍、番位谈不拢，粉丝互撕导致口碑问题。这些都会把一个看似高光的项目拉回现实。对出品方来说，头部带新人或是让中间演员和顶流配合，往往比双顶流组合更划算，既节省成本，又利于长期培养演员梯队。这是一道简单的成本收益算术题。如果合作带来的边际收益不足以覆盖舆论管理成本、片酬溢价和商业谈判消耗，资方会选择放弃。别被热度迷惑，热度不等于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。不过，别把这件事想得太二元，需要还是不需要，并不是非黑即白。艺人之间的同行理解和互助是存在的。在顶流圈里，真正理解舆论压力和职业选择的同行少之又少，能相互扶持的人更显珍贵。这种关系有时候是情感层面的，有时候是职业层面的，表现为私下推荐剧本、内部牵线或单纯的支持，而且专业判断依然会起作用。如果出现一个剧本好到能把所有成本和风险都覆盖，角色贴合，导演靠谱，市场预期高，那么好作品优先的逻辑会压过粉丝博弈和公关成本。很多顶级演员在面对角色时，会把演技和作品放在首位，这点值得肯定。所以结论来了，短期内考虑到行业生态、粉丝博弈和商业成本，
肖战和杨紫再合体的概率并不高，但这不是说永远不可能。如果有这样一部作品，既能带来艺术价值，又能带来合理回报，基于职业判断的合作仍会发生。职业选择终归要回到作品本身，而不是热搜上的拉锯战。肖战与杨紫的合体传闻已经不只是娱乐新闻那么简单，它更像是一场关于舆论与行业逻辑的镜像实验。每当两人有一点点互动，哪怕只是同框出现在同一场活动上，社交平台便瞬间沸腾，观众的情绪被调动，媒体的标题被放大，而原本只是普通的同行交集，却被解读成各种暗示信号，甚至复合线索。这其实暴露出当下娱乐生态的一个典型现象：戏内人设与戏外现实的界限正在被无限模糊。余生请多指教播出时，肖战与杨紫塑造的顾魏和林之孝堪称荧屏经典 CP， 角色之间的化学反应极强，也因此延伸出了余生夫妇这一现象级话题。然而，当剧终之后，观众仍旧希望这种甜蜜能延续到现实生活中，于是每一次同台，每一个互动都被赋予了情感延伸的意义。这种投射式期待在当下的粉丝文化中极为普遍，但它也造成了公众理性认知的偏移。在社交媒体的放大镜下，一次普通的聚餐，一段模糊的视频，都可能被无限加工。网友拼接片段，解读表情，添加字幕，制造剧情，从而让虚构的情节看起来像实锤。于是，传闻被当成事实，猜测被误读为证据。这种传播方式几乎形成了固定路径：一条模糊视频网传爆料情绪发酵，官方辟谣再次解读，最终舆论焦点早已偏离事件本身，变成了公众情绪的对抗场。粉丝生态更是推波助澜， CP 粉热衷于将戏内甜度延伸到现实，他们希望看到两人持续互动，以维持幻想的延续感；唯粉则立刻警觉，担心偶像的资源和形象被绑定。双方的争夺使得任何与同框有关的话题都带着火药味，甚至剧组工作人员的一个无心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避嫌或营销。当理性的职业合作变成了情感对垒，明星个人的空间也就被彻底挤压。而从行业逻辑来看，肖战和杨紫的合作关系也确实有了阶段性的变化。拍《余生》时，两人正处于事业的关键转折点，肖战经历风波后需要稳定口碑，杨紫则在巩固自己作为电视剧女主的头部地位。那场合作于他们而言是一次互补与互利，但时至今日，双方的事业版图早已扩大，团队架构、品牌代言、资源网络各自独立，合作的必要性自然下降。对资本与出品方而言，这样的组合虽然能制造巨大话题热度，却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与更大的风险。双顶流同台，片酬、番位、宣传资源都需要精细平衡，一旦粉丝群体意见相左，舆论就可能反噬项目。与其如此，资本更倾向于顶流加潜力股或实力派加新人的组合模式，既能保证关注度，又能分摊风险，培养梯队。娱乐产业的逻辑，归根到底是一场成本与收益的计算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肖战和杨紫之间没有可能再合作。真正优质的剧本和可靠的制作团队，依然能打破粉丝和舆论的限制。毕竟，演员的职业判断仍以作品为核心。若有一个角色足够出彩，能够让他们都产生创作欲望，合作便是顺理成章的事。成熟艺人会更看重角色本身的价值，而非社交媒体的喧嚣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这场合体传闻的反复发酵，也提醒整个行业需要反思：娱乐叙事是否被过度情绪化，演员是否被过度符号化。当观众将真实个体当成虚构角色延伸时，理性与感性的界限正在模糊。
只有当公众重新关注作品本身，而不是私生活的臆想，影视行业才能真正回归创作的良性循环。短期内，肖战与杨紫再度合作的可能性确实不高，行业环境更复杂，舆论成本更高，资本计算更精细。但这并非永久性的终点。如果未来有足够打动双方的好剧本出现，他们仍可能基于职业判断重新携手。真正决定合作与否的，从来不是热搜，而是作品本身的分量与诚意。毕竟，演员的价值不在话题的热度，而在角色的厚度。